快看，阿平今天實在是太牛批了，他竟然冒着大雨跑了10幾公里，買回來一大圈塑料網，只為給豬豬們搭建一個更廣闊的豬圈。你看小豬們開心極了，終於有了一個更寬廣的生活環境了。我們知道上一期阿平打完零工後跟乾媽道了別，突然就下起了大暴雨，他急匆匆地買了一大卷塑料網，他將寶寶背在前面，後面則背着竹筐和塑料網。就这樣，阿平邁着沉重的步伐，愣生生走了1個多小時，總算背着孩子回了家。一回到家，阿平顧不上自己渾身濕透，第一時間就把寶寶輕輕放了下來，生怕孩子被雨水淋着。好在寶寶問題不大，只是身子有點涼。阿平趕緊把孩子抱進懷裡，餵上熱乎乎的母乳。沒一會兒，寶寶就吃飽了，情緒也慢慢安靜了下來，乖乖地躺着不哭不鬧。趁着這點難得的空隙，阿平重新戴上草帽，轉身去了豬圈那邊。雨還在下，可活不能等，他先抱來幾根木頭，用柴刀一根一根把它們削尖，刀起刀落，木屑飛濺。不一會兒，木頭的一端就被削得尖尖的，正好可以當立柱用。接着阿平把這些削好的木頭插進剛剛買回來的塑料網裡，又找來一塊木板，對着木頭一下一下往地裡錘，直到木頭牢牢站穩，他才鬆手。塑料網慢慢展開，每拉開一段距離，阿平就會在旁邊再插上一根木棍。他的力氣不小，很多地方甚至直接徒手就往下按，硬是把木头插得穩穩當當。阿平心裡算得很清楚，之前搭的那個小豬圈只夠小豬崽們用，可用不了多久，這幾隻小豬就會一天天長大，變成結實的大豬。到那時候，原來的空間肯定不夠他們活動，所以阿平哪怕冒着雨，也要現在把豬圈加大加固，因為这也是早晚都要做的事。阿平的动作不算快，卻一步一步都很仔細。雨水順着草帽往下滴，汗水也順着臉頰往下流。他的衣服早已濕透，可他始終沒有停下來。很快木頭全部立好，但這還不夠。阿平知道還得把塑料網固定結實。他回屋看了一眼寶寶，小家伙似乎有點不安分，小手小腳亂蹬，看樣子是快學會翻身了。不過工程已經接近尾聲，阿平也沒再耽擱，他拿出一些鐵絲，直接用柴刀砍斷。這把柴刀平時切菜切肉，現在砍柴斷鐵也一樣利索，真算得上一把全能工具。鐵絲剪好後，阿平先把一頭固定在木樁上，再沿着塑料網一圈一圈纏過去，最後把另一頭緊緊綁在對面的木頭上。他動作熟練，顯然早就在心裡打好了算盤。一根根鐵絲在塑料網和木頭之間來回穿梭，把整個豬圈牢牢連在一起。中途阿平還會停下來調整一下鬆緊，既要保持結構的牢固，也不能讓鐵絲外露，免得扎到小豬。最後他還特意在塑料網上開了一道小門，門口留得低一些，進出更方便，也省得每次彎腰時不小心把褲子刮壞。一切忙完後，阿平把小豬放了出來。小豬們一跑進新圈，立馬興奮起來，低頭啃着地上的嫩草，到處亂跑。阿平又端來一盆糧食，剛走進豬圈，褲腳果然被塑料網刮了一下，可他也顧不上這些，直接把糧食倒進圈裡。幾隻小豬一邊吃草，一邊拱糧，再也不用擠在狹小的空間裡，看起來別提多開心了。而阿平站在一旁，看着這一切，臉上的疲憊也悄悄少了幾分。好了，今天就到這裡了，我們明天再見。